欢迎来到咖啡屋，我是一彩。姐妹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同样是70多岁，有的人越老越有气质，整个人的状态干净挺拔，闪着光，而有的人却越活越疲惫，明明穿得讲究，却怎么看怎么老气。这支影片，一彩和你一起解读2个72岁的女人，一个是外交官傅莹，一个是赌王太太陈婉珍。同龄人同年龄段，却像活在2个世界，一个优雅从容有分寸，一个随意松散显疲态。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在年龄，而在会不会打扮自己。人一到了中年，最容易出错的地方不是皮肤，不是皱纹，而是风格。很多人以为穿得越年轻越能显得不老，于是开始疯狂的减龄，卫衣、运动鞋、牛仔裤、棒球帽全都往身上穿。结果呢，本来想穿出青春感，却穿成了违和感。你看陈婉珍，年轻的时候气质其实挺好，五官温和，有点书卷气。可她上了年纪之后，还在穿那些学生气十足的衣服，一件粉色卫衣配灰色运动裤，脚下踩双白球鞋，本来是想显得精神点，结果看起来反而更显老气，就像有人硬要拿少女的模板去套一个中年女人，那股不协调感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其实中年女人最忌讳的就是装年轻，越是想装年轻，越显得不自信，因为那种穿法不仅掩盖不了岁月，反而暴露了你对老去这件事的焦虑。相反，傅莹身上的那种高级感就来自她知道自己是谁，她不会刻意去模仿年轻人，而是用优雅、简约、知性去诠释岁月的光泽。她最典型的造型是什么？一件挺阔的小香风外套，一条顺直的半身裙，脚踩一双尖头浅口鞋。她走出来的那一刻，你不会注意她穿什么牌子，你只会觉得她很干净，很有气场。这就叫风格对了，气质自然就出来了。姐妹们，中年女人的穿搭方向不是减龄，而是提气，不是要你去装嫩，而是要让你的衣服替你说话。我们常说衣服是一个人的外在名片，年轻的时候衣服是态度，到了中年，衣服就是气场。傅莹的身上几乎看不到花里胡哨的衣服，她喜欢的都是干净的线条，克制的颜色，轻盈的材质，比如驼色、烟灰、藕粉、米白，这些色系不艳不冲，却能让肤色更温柔，气质更高级。有一次她出席国际会议，穿的是一件黄棕色套装，搭一条丝巾。镜头扫过去那一瞬间，你能感觉到一种稳定感，不是炫耀，不是张扬，而是那种有分寸、有教养的美。反观陈婉珍早年的穿搭，常常喜欢一些鲜艳色，比如亮红、荧光粉。这些颜色在年轻女孩身上是活力，可到了中年就容易显得突兀，尤其是肤色偏黄的女人，艳色会放大暗沉，让气质变得俗气。其实女人到了中老年以后，最适合的风格不是时髦风，也不是少女风，而是松弛的优雅风。你可以不追潮流，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穿衣态度，那种衣不过分，色不过艳，事不过多的平衡感，才是一个中年女人真正的高级感。我常说，女人到了中年，穿衣不是为了别人夸自己漂亮，而是为了让自己舒展。傅莹的衣服就是那种让人松一口气的穿搭。你看她的外套从来不过分紧绷，但也绝不松垮，衣服跟身体之间有呼吸的空间，人一看就舒服。而这种松弛感其实是来自她对自己的接纳，她接受自己的年纪，也尊重自己的状态。她不想再穿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她只是想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姐妹们，
风格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养成的，而是你对自己了解的越多，就越能穿出你自己。陈婉珍的后期穿搭后来也开始转变，从卫衣、球鞋变成了长裙、丝衫，整个人看起来温柔多了，气质也慢慢回来了。所以说，风格不是衣服的选择，而是心态的选择。当你学会穿得像自己，你才真正开始活得漂亮。一个女人真正的高级感，从来不是靠花哨堆出来的，而是靠得体2个字。得体是懂自己，得体是知道什么该露，什么该藏，得体更是一种分寸感。人到中年，最怕的不是老，而是不知分寸。有的人穿得太露，想证明自己还年轻；有的人穿得太紧，想告诉世界我还行。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。真正聪明的女人懂得留白，穿得对，就像说话得体一样，不过分，不抢戏，不刻意。这是成熟女人最迷人的地方。比如傅莹，她的穿衣哲学就2个字，得体。她永远知道什么场合该穿什么。开国际会议，她会选择剪裁利落的西装套装出席活动。她换上柔软的丝绸衬衫配半裙。参加文化沙龙时，她会选一件温润的针织衫，简约中透着温度。她从不会为了取悦谁去打扮，而是穿给自己看，体面、自在、有底气。反观陈婉珍，喜欢追求贵气感，她喜欢大珠宝、大廓形，可当年纪上来了，这种穿法反而显得笨重，那种堆砌感让人看不出她真正的气质。直到她后来慢慢学会收，把颜色换成柔和的卡其、米色、雾蓝，把配饰换成小巧的珍珠耳环、细链项链，整个人瞬间轻盈了10岁。这就是得体的力量。姐妹们，其实得体不代表保守，它代表刚刚好。这刚刚好需要时间去悟。就拿裙长来说，很多女人觉得短裙显腿长显年轻，可一旦年纪大了，膝盖松弛小腿粗的问题就暴露了。穿得太短会显得用力过猛。傅莹的裙子几乎都在膝下，既遮住了不完美的地方，又留出一点脚踝的线条感。走起路来，裙摆微微晃动，那种流动的优雅比任何修身短裙都更有魅力。体面不是昂贵的衣服，而是你对自己的尊重。哪怕只是出门买菜、散步，穿一件整洁的衬衫，一条顺直的裤子，人看着就舒服。不是炫耀，是一种自持。而得体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，那就是合身。很多中年女人都有这样的误区，觉得自己胖了就要穿宽松的衣服来遮丑，但事实是太宽松只会更显胖更邋遢。因为宽松没有腰线，整个人就失去了比例。傅莹的衣服从不紧也不松，她懂得用剪裁去修饰身形，比如肩线要合适，腰线要自然，裙摆要顺垂，这些小细节才是显瘦的关键。姐妹们，记住，不是衣服显瘦，而是比例显瘦。上短下长，腰线清晰，垂感好，哪怕你50岁、60岁都能穿出挺拔感。得体的穿搭就像一杯温热的茶，它不会惊艳，却让人回味。它不需要太多装饰，却处处透露着修养。傅莹那种干净的高级，不是花钱买来的，而是几十年里她在每一次出场、每一次表达中练就的自我掌控力。得体是一个女人最高级的修养。当你开始穿得干净，活得清醒，岁月就会温柔地对待你。姐妹们，我们得承认一件事，发型和配饰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气质开关。衣服能改变的是风格，但头发和配饰决定的是气场。你可以穿一身素色衣服，但只要发型对了，
饰品选得巧，整个人就亮起来了。我想你肯定也有过这种感觉。有些女人明明穿得很简单，一件白衬衫，一条长裤，可她走进来的一瞬间，你就是忍不住多看几眼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干净，因为她精气神在。而这个精气神很多时候就藏在发型里。傅莹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她那头银发清爽利落，线条分明，没有一点刻意，却美得很高级。她没想去染黑去掩盖年龄，反而让白发成为她的标志。那种坦然，那种自信，比任何抗老面霜都更让人信服。反观陈婉珍，她经常染黑发，她觉得黑发显年轻，可结果是头发的厚重感反而压低了气色。尤其是光线一照，发色发亮，肤色更暗，整个人看起来没精神。姐妹们，如果你也过了50岁、60岁，千万别再死守一头又厚又沉的黑发，可以尝试稍微提亮的发色，比如奶茶棕、雾感灰、浅栗色，颜色不要太浓，让光线在头发上流动。当你的发色开始透光，人就显得年轻。而且发型上也别贪长，短发或者中短发对中年女人来说是福音，它会露出脖梗，显得头小脸小，整个人更挺更有精神。傅莹的发型就是耳上短发加层次感剪裁，既干净又能增加发量感，你一看就觉得她整个人精神奕奕。这就是高级的老去。女人上了年纪，脸上可能不再有20岁的胶原蛋白，但气质是可以靠饰品撑起来的。有些女人一戴首饰就俗，有些女人戴再大的珠宝都优雅。区别在哪儿？在于她是不是懂得留白。傅莹的配饰哲学可以用4个字概括：小而精致。她不戴夸张的耳坠，也不戴满手的镯子，她喜欢小颗珍珠、细金链、简单胸针，这些东西不炫耀，却点睛。她每次公开露面，耳边的小珍珠或圆金饰永远贴合她的发型、领口、肤色，看似简单，其实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斟酌。她知道首饰不是主角，她自己才是主角。而陈婉珍受豪门审美影响，喜欢贵气感，首饰大钻、大金、大翡翠，但这种首饰太抢戏，本来她气质温柔，却被首饰压住了。尤其成套佩戴的时候，那种贵气变成了厚重，缺少呼吸感。中年以后，不论是发型还是饰品，一个字最重要：轻。头发要轻盈，有层次，配饰要轻巧，有呼吸。太重的头发，太花的首饰，太浓的妆容，都会让你看起来老得更快。姐妹们，女人的老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放弃了整理自己。发型是一种态度，配饰是一种气度。当你开始懂得修剪，懂得取舍，懂得点到为止，你就会发现美从来不属于年轻，而属于清醒。所以啊，别怕白发，别怕皱纹，只要你的头发整洁，配饰有度，整个人就有光。这种光不刺眼，却最耐看。姐妹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年轻时穿衣总是在取悦别人？上班怕被同事说土，出门怕朋友说老气，家里人还会说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打扮什么？于是，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却渐渐忘了自己真正喜欢什么。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，你会突然明白，打扮不是为了谁夸你漂亮，而是为了让自己舒服、自在、有力量。你看傅莹，她的衣服没有一件是迎合谁的，她不是为了显年轻，也不是为了讨好镜头，她穿的每一套衣服都在传达一个信息：我是谁。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，不是造型师给的，而是几十年积淀的
自我确认。她知道自己适合什么，知道什么颜色能让她安静，什么剪裁能让她挺拔，所以她走到哪儿都自带一种稳的气场。姐妹们，我常说，穿什么其实就是你当下的情绪。当你焦虑的时候，你的衣服会乱；当你疲惫的时候，你会懒得打扮；当你心安的时候，你的穿搭自然顺眼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穿着简单的针织衫也能让人觉得舒服、温暖，因为那种美不是穿出来的，是流露出来的。傅莹身上的美是安静从容的美，她不会急着让人看到她的年轻，而是希望别人感受到她的智慧。她的每一次出场都像是一种自我对话。我不是要赢过谁，我只是想让自己更自在一点。这就是穿搭最高的境界。而我们很多女人总习惯于比较，看别人穿新款自己就想换，看别人减龄就去模仿，可结果是越模仿越失去自己。姐妹们，穿搭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变成别人，而在于不丢了自己。一个女人最好的穿搭状态不是永远年轻，而是有自己的味道。你看，傅莹的穿衣风格里有她人生的轨迹，她经历了职场的风浪，外交的世界。她的衣服从不过度装饰，但每一件都有分寸。那种分寸感就是经历给她的美学。姐妹们，我们都在老，但老的方式不同。有的人焦虑的老，有的人优雅的老。优雅的老不是抗拒岁月，而是拥抱它，顺着它。当你能接受皱纹，当你能欣赏自己的银发，当你不再穿给别人看，那一刻你就真的变美了。所以啊，别再问别人我穿这个好不好看，你该问自己的是，我穿上它开不开心。你为自己挑的每一件衣服其实都是一场自我对话。当你的心变得柔软、平静、笃定，你的衣服、你的气质、你的姿态都会慢慢变成你自己的模样。这就是中年女人最美的时刻，不是穿得多贵，看起来多年轻，而是你终于取悦了自己。姐妹们，活到这个年纪才慢慢明白，穿衣不仅仅是穿衣，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更是一种自我掌控的能力。年轻的时候我们穿什么都行，可到了一定年纪，穿什么都能看出生活。有的人穿得贵但没有气质，有的人穿得简却让人觉得真高级。区别在哪儿？在于他是不是掌控了自己的人生。傅莹的气质让人佩服，不仅仅因为她是外交家，而是因为她懂得自我管理。她知道自己每一个阶段的样子，知道什么适合自己，什么不适合自己。她的穿搭、发型、姿态、语言无一不透露出一种我知道我是谁的笃定。这种笃定就是掌控感。她不会被流行绑架，不会被年龄焦虑裹挟。她的穿衣从不取悦，只表达一种姿态，我尊重时间，也尊重我自己。这就是一个成熟女人最打动人的地方。反观很多中年女人，穿得再贵，保养得再好，如果心里慌，眼神乱，气场虚，那件衣服就算是香奈儿也穿不出灵魂。因为衣服只是表象，气质才是底层逻辑。一个人越有掌控感，他的气质就越稳。人到中年最怕什么？不是衰老，而是抗拒变化。很多人一听到老这个字就慌了，开始疯狂买抗老产品，去医美、改脸、整形。可是他们忘了，真正的美不是没有皱纹，而是皱纹里有故事、优雅老去的女人。她不焦虑，因为她知道老不是失去美，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美。你看傅莹的银发，那是她与岁月的和解。她不掩饰，不逃避，反而用那头白发
讲述一种生命的智慧。陈婉珍也是，她晚年穿得越来越素雅，却越来越有味道。她不再靠珠宝衬托身份，而是靠气度衬托风韵。我们要学会顺着时间去美，不抗拒，不怨叹，不放弃，因为每一个年纪的你都有它的光。20岁美在明亮，40岁美在自信，60岁美在温柔与平衡。岁月拿走了胶原蛋白，却给了我们智慧、故事和气场。很多人以为穿衣打扮是表面功夫，可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你对生活的态度。你穿得干净是在尊重自己，你搭得体面是在尊重他人，你肯花心思是在尊重生活。所谓会打扮，不是浮夸，不是炫耀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。会打扮的女人从不和别人比，她只想让自己每天都更好一点，穿得体面，活得从容，那是她对世界温柔的回应。姐妹们，美不是画出来的，而是养出来的。你每天的阅读，你的微笑，你的言谈，你的穿衣，都会一点点塑造出你。真正的美是由内而外的，所以请记住，优雅不是一种形象管理，而是一种心性修炼。你越懂自己，就越容易穿出气质。你越平静，穿什么都顺眼；你越有爱，岁月就越柔软。当你学会对自己温柔，生活也会开始对你温柔。姐妹们，同样是72岁，傅莹和陈婉珍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为打扮不是虚荣，而是一种对生活的尊重，对自己的热爱。穿搭是表面，气质是底层，而底气来自你的心。愿你在岁月的路上越活越松弛，越老越优雅，穿出温柔的力量，活出从容的风景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